佩佩龙伯爵是个美食家，真是太好了。来到妖精国已经第26天了，好久没享用到完整的套餐啦。这是意大利料理与日本料理的混搭吧？阿尔托利亚和加雷斯刚开始还觉得不方便吃，到最后都吃得很高兴呢。不过奥伯龙倒是离席了，说起来好像没看过他吃东西的样子呢。总之，今天已经很晚了，虽然还有很多事要思考，但为了明天还是先休息吧。侦查斯普利根金库城的队伍与调查上空灾厄聚集的队伍，只要明天一早起来分好队伍行动，就能搞清楚应该优先处理哪个问题啦。那么晚安啦，藤丸。难得伯爵为我们准备了个人房间，至少今晚就好好休息吧。哎呀，看你这身打扮，又要去侦查了吗？我和大家不一样，并没有战斗能力，所以至少得仔细地做好侦查工作才行。你准备要就寝了吧？病情之前就一直露宿野外吧。今天在床上好好休息吧。不只是阿尔托里亚，连名叫马修的预言之子都出现在了诺里奇。这样一来，摩根是不可能毫无动作的。我打算尽可能回去探查卡梅洛的动向。放心，我早上就回来。那么，不是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不要紧吧？我看起来在勉强自己吗？刚才说到斯普利根和马修的话题时，我还以为会提议立刻前往金库城呢，但结果你什么都没说，并没有改变优先顺序。你明明就很想去见马修，但身为加勒底的狱卒，你却咬紧牙关忍住了。这判断很聪明，却让人也在意。毕竟你露出那样的表情。信赖与担心是两码子事，对吧？是奥伯龙这样告诉我的。哦，这话说的是没错，但我没料到这么快就能和他重逢了。早知道就不说那些话了。不，没什么，但我觉得有必要先对你说一件事情。之前说过马修依然是处于丧失记忆的状态，对吧？说他在无名之森遗忘了名字。达文西的推测是正确的，在无名之森遗忘名字的人，如果在回想起记忆之前，就得到了比以前的自己更深刻的使命，拥有了崭新的自己，就有可能无法变回以前的自己了。我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背负起预言之子的这种使命。不过你所认识名叫马修的女孩，以前曾经负过比预言之子还重大的使命吗？背负着众人的希望这种重责，承受着一整个世界的前途被强加在身上的痛苦。没错，抱歉，我得直言，应该不太可能吧。你一路寻找到马修已经不存在了，要揭露妖精国的谜团，只要一个预言之子就够了。我们这边也只有阿尔托利亚，那么你还需要这么执着吗？马修想不起你的事，说不定再也无法变回你认识那个他喽。哼，一脸不必怀疑的表情啊，看来是我多问了，抱歉浪费了你的时间。既然如此，我当然也会全力以赴，掌握世界形势的工作就交给我吧。出发吧，维斯帕，标速往 Spister 出击！Hi, good morning， 大家昨天都睡饱了吗？托你的福，睡得很饱。那么在吃早餐前，我们先来谈些正事吧。其实关于诺里奇的警备问题，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但还是奥伯龙先请吧。你有事要向大家报告吧？感谢你的贴心，伯爵，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趁昨晚侦查了诺里奇的附近以及卡梅洛情形，位于诺里奇上空的雨云灾厄聚集的成长速度正在增加，应该说是涡流的转速变快了吧？能感受到前所未有见的魔力量，比喻成燃料的话，那分量已经足够焚毁诺里奇了。
我这边也确认了这点。直到昨天都还是普通的雨云，结果今天早上测量到了足以与超大型炉星匹敌的魔力量了。足以与炉星匹敌，那大概是什么程度？跟奥林帕斯机神差不多吗？还没到机神那地步啦。我想想，以加勒底的情况而言，相当于2个月的电力量，跟修复特异点的灵子转移同等规模的能量。加勒底果然很厉害呢。这点时间真的耗费这么多魔力量吗？总之，诺里奇的状况比昨天更糟，居民们一天一大早就开始紧张兮兮的。接下来是卡美洛，幸好这边没有什么动静，城内没有派出大部队的动向，顶多就是一些27左右的莫斯讨伐部队。还有吗？哦，对了，女王从昨晚开始就赶走旁人，独自坐在寓所，差不多就这些了吧。也就是说，斯普利根完全没有向摩根陛下报告马修小姐预言之子的事吧？应该不会错，得感谢斯普利根的贪得无厌了。那家伙虽然希望灾厄发生，但他无论如何都想保住自己的金库城，那里保管着斯普利根搜集来的所有财宝。就算夸口说那里不会被灾厄破坏，但他应该还是想要一道保险吧。他打算在万一危机时让马修让预言之子只去守护那座城池。很难想象这会是氏族之长的想法呢。看来有必要让他尝点苦头，好好反省。加雷斯是这样认为的。这点我也同意，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守护好诺里奇。要是诺里奇城能够平安无事，那对斯普利根来说才是最沉重的打击。收不回土地又遭百姓厌恶的领主，到了明年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应该不难想象吧。原来如此。我的报告就是这些，抱歉，没有什么收获。没有这回事了。能知道女王的军队还没来的这个情报，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心力解决诺里奇的问题了。首先是上空的雨云。发生紧急事件了，佩佩隆纳伯爵！海里出现了大量莫斯，他们正朝着居民区袭来，是数量超过1000的大群。灾厄已经开始了。有家可归的躲在家里别出来，只要外出就会遭到莫斯的袭击。无家可归的，快跑去避难所！快！可恶，不断的增加，这些家伙究竟是从哪里？别过来，别过来呀！这边也有，这边也有！救命啊！救救我！好可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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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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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好痛！好痛！好痛啊！刚才那是怎么回事？莫斯将妖精整个吞下后成长了，这种事前所未闻。不，假如这就是这次的灾厄，喂，快联络伯爵，就说无法抵御，请下令撤退。敌方莫斯可以通过捕食妖精变大，光靠人类士兵根本难以应对。快，照这个速度，北区已经无法应对了。就算只有南区的居民也好，快让他们去避难。以上就是分队长的报告，请发布离开城市避难的劝告吧，伯爵。这样啊，我本来以为还能多一点时间呢，不过人生就是这样的嘛，真是的，越讨厌的事就越会挑讨厌的时机发生呢，真讨厌呢。请问伯爵？放心吧，我精神还正常，呼吁大家外出避难又能怎样呢？城门现在80%都被斯普利根的士兵关上了吧？毕竟那些家伙希望妖精们消失，引导市民逃往事先准备的避难所吧，让妖精宪兵也退避到避难所。人类士兵负责保护居民以及拖住港口涌来的莫斯，最优先的是保护居民，千万别妄想着能与莫斯对抗。可是，如果没人打倒莫斯的话，避难所也很快就会……但是有他们在嘛，对吧？预言之子一行人。轮到我们出场了。
也就是说，这位小姐果然就是预言之子吧？虽然有点像平民，但我觉得很不错。感谢你如此直率的感想。请等一下，这样子真的好吗？对手可是莫斯，妖精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完全无法想象我们胜利的景象，还是先撤退，稍微观察一下形势比较。哎呀，这真不像勇敢加列斯会说的话。莫斯确实是妖精的天敌，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与其战斗。只要让阿尔托利亚在后方支援陈真与达文西就好了。再加上力量的召唤术，就能够击退一定程度内的莫斯，对吧，阿尔托利亚？你是为了拯救诺里奇而来的。无论什么样的灾厄，只要不去面对，故事就不会开始。当然啦，交给我吧。而且我不怕莫斯，我是触碰到莫斯也不会有事的体质。是这样吗？这样的话，应该还行。就这样决定吧。包夹大街，阻挡蓝区的莫斯，我要在这里负责指挥，所以无法跟你们一起行动。1小时，想办法拖住1小时，只要有这点时间，就能让蓝区的居民避难了。了解了，走吧，阿尔托利亚。我不该来查看店里的情况的，都下大雨了，更不该去田里查看啊！这里被包围了，照这样下去，一旦被发现就完了！救命！救命！救命！救主大人，托雷利可大人！我从上代了，再上代起，都只在诺里奇做鞋子的妖精啊！似乎还有传说称，当初托雷利可大人的鞋子也是我们做的，所以救救我！饶命！饶命！啊！为什么莫斯这么可怕？那边有个鞋匠妖精。那边的妖精，请不要动，我们现在就赶跑莫斯。趁现在，快去伯爵的避难所。得救了，得救了！谢谢你啊，拿杖的小姐。贾雷斯，你视力应该不错吧？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港口的情况吗？是的，看得到，有一大群莫斯正从港口涌来，30、60，有超过100只啊！分开了，有一半朝那边去了。那边是北区的方向，怎么办？要分散战力吗？不可能连那边一起救，放弃吧。现在就算只少一个人，都会全军覆没。透过刚才的战斗，了解到莫斯的强度了吧？你应该心知肚明的。可是，我知道，可是应该还有什么办法？可恶，真是个不死心的女孩。拿你没辙，对老夫使用令咒吧。强化后，就算只有老夫一记，也能撑一段时间。不过那样一来，老夫便要在此退场了。虽然老夫无法接受这种交差方式，但总比副手副脚导致全军覆没好多了。该死的！请等一下，不要这么轻易。不，没这个必要。你们看，北区那边扬起的尘土，那是黑色铠甲的预言之子，从城堡敲钟堂纵身要到地面，正在驱散莫斯。好厉害，好厉害！好像还能看到另一个人，那位就没那么厉害了。不过他们完全没有落于下风呢，看来他们有机会阻止北区的莫斯前进。是马修。看来斯普利根的话术对那女孩不管用了。有他帮忙防御北边就放心了，我们只要接住南边就好了。各位，现在正是紧要关头，让我们守卫诺里奇吧。是，我们绝不会输给那边的预言之子。严防死守，让对方知道阿尔托利亚小姐才是真正的预言之子吧。这是第几只了？究竟能涌出多少只啊？
从50只之后就放弃计算了。这边已经有点吃力了，你们那边如何？我还撑得下去。李翔，振作一点，深呼吸。连理装用过头了啦，用生命力转换为魔力已经超出界限了。快退到后方好好休息，我马上帮你注射火星安普。知道了。又有成群的莫斯从港口过来了，不会吧？总共应该有500只以上，比这更多。看来是时候抽身了。达文西，时间呢？已经达成要求了，刚好1小时。也没有来不及逃跑的居民，我们也撤退到避难所吧。奇怪，不对，那不是莫斯，是妖精。那边过来的是妖精，是躲在建筑物里的妖精们，再往这边逃过来吗？但是为什么明明只要待在里面就安全？那是什么？加雷斯，港口那边有什么？他只是在呕吐，并没有受伤，因为他只是那个东西。看来那东西会导致妖精们精神异常。躲在港区妖精们也陷入恐慌状态，朝这边逃过来了。这下不妙了，避难所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在那之前还有个问题，那东西一旦登陆，整座城市就会被压碎。那东西会动吗？不，当然会动，不然是怎么冒出来的？那就是所谓的灾厄嘛。那上空的雨云又是怎么回事？之后再研究吧，达文西。该怎么办？阿尔托利亚，李湘，刚才老夫叫你别管北区，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谈这个的时候了，是在这里与诺里奇一同消灭，还是优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只有这2个选项，别无他法。快选择，现在还来得及逃离这里。听好了，你们的工作是扶除灾厄，守护诺里奇顶多只是顺手为之。你要以此为前提来思考。其实我也知道，我们毫无胜算。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现在该撤退，这明眼战是没有胜算的。先暂时撤离，然后找出那个灾厄的弱点吧。诺里奇会毁灭，不是你们的错，但是无可奈何的。你说的也许没错，但是那种东西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阿尔托利亚，视线的前方有什么？朦胧之间，仿佛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钟声，于是醒了过来。在温暖的床铺上醒来时，涌现了明确的预感，恶灾大概会在今天降临。每当我被钟声唤醒时，总是这样，风暴毫无征兆的突然降临。在停塔折的时候也是这样，明明是个平凡无奇的早晨，但在那一天，我一如既往的平稳生活就这么结束了。真讨厌啊，我没有自信啊。多亏了大家，现在总算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果然还是做不到。我没有自信，没有力量，没有资格，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半点能拯救不列颠的现实感。每当醒来时，我都会想，要不要干脆偷偷逃跑呢？然而我是预言之子，我是在这种期待下被抚养长大的。村里的大家怀着这份期待，不惜牺牲自己也要送我离开，所以我非得努力不可，非得扼杀软弱的自己不可。老实说，其他的事我根本无所谓，但唯独不能，绝对不能辜负那颗心，绝对不能。但是这我做不到，做不到，很清楚自己做不到吧？只有这2个选项，别无他法。快选择！
现在还来得及逃离这里。只要逃跑就好了，大家都这样说。现在就算逃跑，也没有人会责怪我，只会对我感到失望，仅此而已。失望之后，还有机会能挽救，随时可以靠立下新的攻击让他们忘记。我对本来想开口说“所以我们快逃吧”，却突然迟疑不决的自己感到惊讶。想逃跑，做不到，好害怕，讨厌。可是，不经意往身旁一瞥，看到了面带和我相同的表情，仰望着那个的他。丽香也跟我一样，被迫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毫无战斗能力，却被赶上战场。但因为无法拒绝，只能像这样处理着。既然如此，就由我先来开口吧，就由我告诉他可以逃跑吧。没错，我要为他做出选择，要为了他开口说快逃吧。我看见了那个身影，那拨开人群投身灾祸之中的星辰，那吞下恐惧怀着坚强的决心笔直地朝那个东西跑过去的另一位预言之子的身影，以及看到那个身影眼眸中重燃力量的丽香的模样。马修，真遗憾，他身边没有能够阻拦他的同伴吗？不过这也没办法，他已经是预言之子了，周围都怀着这份期待，而且他也选择回应他们的期待。想必死在这里就是他选择的故事吧。丽桑，我其实并不想这样说。这里就拜托你们了，我马上就回来。达文西酱，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呢？我也要去啦。奥伯龙，就麻烦你协助妖精们避难啦。好厉害啊！原来还能有这种发展吗？没问题，你们去吧，偶尔逞一下无谋之勇也不错。我就相信一对星辰之精的你们加勒底的力量吧。那个巨人居然从正面朝港口倒过来了，多么惊人的攻击方式！这算五体投地吗？不过这样一来，港口绝对会被摧毁。丽香，有什么问题想问吗？马修在哪里？已经抵达栈桥，而且已经展开圆桌之盾了。他打算独自承受那东西的攻击，就算是马修，面对那个质量也不可能撑得住啦。我作为技术顾问的建议如下：现在回头还有救哦，丽香。你有什么能胜过这个的理由吗？那么，你还需要这么执着吗？马修想不起你的事，说不定再也无法变回你认识那个他喽。那又如何？好了，再花费一点篇幅，回头讲述他的故事吧。只要听我的话，我就不会告诉其他氏族长，甚至会帮你瞒过女王的耳目。连斯普利根的这类花言巧语也对他毫无效果。当得知莫斯出现时，他无视了守备森严的一楼出口，而是直接飞奔到城堡主塔的敲钟堂，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降落在诺里奇。轰鸣、轰爆、轰耀洞，不，轰耀洞是什么形容啦？脱口而出，忘了他吧。降落在诺里奇室内的他牵制住了一大堆莫斯，得以让妖精们顺利避难。然后现身的就是那个大块头，自海中现身的诅咒之手，连他都心生畏惧而却步。但当他看到那些发出惨叫声的妖精们之后，就如你所见，健步如飞地冲向港口，站在栈桥尽头与诅咒之手对峙。他瞬间理解自己是无法阻挡的，就算使尽全力也不可能阻止他倒下。但是
是至少能缓和一部分冲击力。就算港口被压碎，说不定也能透过缓和一部分冲击力来保住居住区块。心想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就够了，于是他展开了盾牌，随后目睹了难以置信的光景。这个人是跑进港口的是曾在广场见过的那个人类，难以形容的喜悦与安心涌上心头。正因如此，他才不由自主地高声呐喊：快逃啊！不可以来这里，已经连几秒钟的快撑不下去了。就算拼命呼喊，往这里跑来的人类仍然没有停下脚步。是盾牌与诅咒相抗衡所发出的声音盖过了制止的呼声吗？怎么可能？那个人用比他更响亮的声音边喊着才不会输呢，一边冲到了栈桥。那个人伸手触碰着他的后背，仿佛在支撑，仿佛在诉说，绝不会让你孤身一人。这份关怀实在太让人高兴了，让他回想起自己其实是一名人类。没错，正因为是人类，受到伤会痛，看到恐怖的东西会觉得害怕，也会害怕在这时支撑自己的存在受到伤害。我是预言之子，不用管我，请听我的话，快逃！所以他才在临死之际逞强，就像谎称自己没事的小孩一样。以令咒宣告。我不在乎什么预言之子。隔着后背传来的声音，自心脏奔腾之指尖的烈焰血潮，让那家伙见识一下马修的厉害吧！所谓的颠覆预言就是这么一回事。唯独这个场景是连爱因塞尔的未来预知也绝对无法预料到的。是这样，您说的对，狱主。白垩之臂弹开了诅咒之手，卡美洛的城墙对这家伙有效，遭到阻拦没能倒下来的那东西，将眼前的生物认知为敌人，认知为阻拦灾厄之人，守护妖精国的可恨敌人之一。动手吧，马修，把这家伙顶回去！让人怀念的声音唤醒了他的精神。身在此处的既非阿明斯，亦非预言之子，而是继承了圣盾的骑士加勒底的从者。没错，是狱主，请借给我力量，无论如何都要在此付出灾厄。因为我虽然并非预言之子，但我的心在呐喊着，想要守护这座城市。他的名字是马修基蒂艾拉特，是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欲望，随处可见的他们所相信的预言之子。险胜吧！快吧，灾厄消失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成功了，前辈，好厉害！我们真的打倒了灾厄了，太好了，马修。还不是可以庆祝的时候。马修、基利艾拉特正式归队，非常抱歉给大家造成麻烦了。欢迎回来，马修，能够平安会合，我们也非常高兴哦。你们应该有很多话想说吧？不过还是等安顿下来再谈。我想介绍当地的协助者给你认识，其实称为同伴比较恰当吧。啊，来了，喂，这边，正式向你介绍，他是马修，是丽香的主从者。马修，这位是阿尔托利亚 Kester， 他是丽香的主人，是这一文带中的亚瑟王，也是预言之子，是位强大的魔术师哦。不，哪是什么强大亚瑟王或是预言之子啊？总感觉在强得离谱的马修小姐面前被这样评价，很羞愧，很想死。就算被你一个弹指轰飞到无名之身，也是小人我自找的，真是抱歉。免得恶灾却派不上任何用场，真是抱歉。我这么弱，真的太抱歉了。托利亚小姐，而且还是真正的预言之子。
不，是我才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虽然当时并不知情，但我还是冒用了预言之子的名号，真是不知道该如何道歉才好。也不对，重点是前辈的主人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跟不上脑袋变得一片空白。我转念一想才察觉到啊，这是用来隐藏加勒底人类身份的伪装工作，对吧？但放心讲，是令人头痛呢。马上就变成好朋友了，这算多亏了达文西奖吗？看他们这么开心，我就觉得他们两个虽然个性稍有不同，但应该会很合得来。好了，扶除灾厄与跟马修会合，我们已经一口气解决这2个问题了。不过在诺里奇还有一件该做的事。没错，就是巡礼之中都做到这地步了，应该可以去敲了吧？这个嘛，恐怕有点，毕竟我什么都没做。扶除灾厄的是马修小姐与丽莎，我觉得现在的我并没有敲钟的资格。并不是这样的，阿尔托利亚小姐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守护诺里奇了。我能扶除灾厄只是个偶然，应该不是能够扶除灾厄才算是预言之子。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与阿尔托利亚小姐一样。因此请您敲响巡礼之钟吧，斯普利根先生那边也会来说明。是这样吗？马修真是个出色的人呢，虽然性格与形象跟丽香告诉我的不太一样。雨云的声音，这么说来，灾厄巨击还没……对耶，已经把灾厄扶除掉了，但那些云为什么还在？危险！马修，好痛，像球一样被弹飞了。马修，不见了！马修，既然亲眼看到了，就该理解了吧？他是为了保护你们才会消失。刚才那个是摩根的水镜，原本是对灾厄使用的，都已经那么大张旗鼓的展开了，却只拖泥带水不肯使用啊！所以说啦，歪头的人类做事真是漫不经心。还是说你们是被诱导成这样的？不过无论哪种都无所谓啦，我该做的事都一样。来，现在可不是坐在地上发呆的时候，丽香。不用惊慌失措，马修他平安无事，只不过人不在这里而已。水镜是一种转移魔术，他现在是被转移到不列颠的某个地方了啦。不必担心，你们必定会重逢，不然我会生气。为了那一刻，新娘的王子殿下必须毅然的站起来，做好该做的事才行啦。你是谁？嘿，气势倒还不错嘛，勉强及格了吧？初次见面，加勒底的各位，我是哈贝特洛特。我的立场嘛，我想想，就当做是马修的专属经纪人好了。我可是接下来将为你们的旅途提供免费帮助的老好人妖精。虽然只会持续到马修与你重逢为止，也就是所谓的无月同舟啦，你该感到荣幸。